我問我的 AI 聊天機器人啊，我說如果你是一個毒蛇，你會怎麼形容這一台 Toyota BZ4X？ 大清帝國被迫開港通商，所以這個馬來西亞版本的 Toyota BZ4X 呢，從馬幣22萬起，220千起，也就是人民幣36.5萬，新台幣171万起。然後它的朗高域免稅價大概只是150多千，所以從150多到220，你可以看得到這個有一部分的進口稅在裡面。所以當然這個是最新版本的 BZ4X， 它有71.1 kWh 的電池，525公里的 WLTP 的續航力，採用 Front Motor 前置馬達。然後今天這集就比較簡單，我會一邊開車一邊跟大家分享。在2026年，這是我第一次介紹 Toyota 的電動車。一直以來 Toyota 主打的都是 Hybrid， 可是這一次 Toyota 終於推出了電動車。Toyota 到底會用什麼樣的這個方式去烹煮這一套 EV 菜？它煮的好不好吃？我將會在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所以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頻道，還有嗶哩嗶哩 B 站 ，Let's go！ 沒有想到我第一次開 Toyota 的電動車會是在2026年的6月，因為在我記憶中啊，可能是受中國市場的影響啊，我一直覺得 Toyota 有很多的電動車，但事實上啊，針對全球市場量產的 Toyota 電動車就是 Toyota 的 BZ4X。BZ stands for Beyond Zero， 那 4 就是對應了 RAV4，X 就是 SUV 或者 crossover 這樣子的意思。所以這個Toyota BZ4X 是我開過的第一台 Toyota 電動車，但不是 Toyota 集團的第一台電動車，因為在很久之前我開過了 Lexus RZ4501。So basically， 這個 Lexus 的 RZ 跟 BZ4X 是一個兄弟關係啦，相同的底盤、電機、電池等等 ，right？ 就好像 Toyota RAV4 跟 Lexus NX、Lexus RX 這樣子的關係，所以這個也算是 UNW Toyota 第一款推出的 Toyota 電動車，其實是一起推出啦，就是 Urban Cruiser。BZ4X 還有 Hilux BEV， 所以它的開價價格不菲 ，OK，so 這個價格是從220千起 ，CBU from Japan， 所以220千會嚇到我嗎？不會嚇到我，所以我們是被 Toyota 的價格嚇大的。我們看過的250千的 Toyota Camry。我們看過了接近300千的 Toyota Harrier， 我們也看過了500多千的 Toyota Alphard， 有什麼大風大浪我們沒有見過，對不對？所以因為在全球市場來講啊，這個 Toyota BZ4X 貴過 Tesla Model Y 的情況是蠻普遍的，所以以這個 Toyota BZ4X Malaysia Version 啊，你已經可以買得到 Tesla Model Y Rear Wheel Drive Long Range Version 的那個版本，只有中國市場那個另外了，因為它有廣汽豐田，所以價格戰捲到都不懂成什麼樣子了啦。那另外一個有意思的就是呢，台灣市場的改款版 Toyota BZ4X 是從128萬新台幣起，也就是比 Tesla Model Y 便宜了62萬新台幣，相當於8萬塊馬幣。所以我嘗試想，哇，如果在馬來西亞Toyota BZ4X 比 Model Y 便宜8萬塊馬幣哇，那個遊戲馬上改變 ，OK， 整個你對它的看法，你對它的想法，便宜治百病，OK， 但在馬來西亞就不存在這個了，因為目前來講，Model Y 還是相對便宜的。然後當然台灣市場的這個BZ4X 比 Model Y 便宜這麼多的案例算是相對少數的啦。By the way， 也是因为台灣市場的 Model Y 是從德國進口，而不是從上海進口，所以本來台灣的 Model Y 都是比較貴的。So 言歸正傳，我們回到
Malaysia 回到馬來西亞的 Toyota BZ4X， 它現在用的是 73.1 kWh 的電池，525公里 ，WLTP 22 kW，AC 150 kW，DC， 然後採用的是 Front Motor 單馬達的設定。雖然它叫 BZ4X， 但是它是 Front Wheel Drive， 它不是 Four Wheel Drive， 就跟 RAV4 是 Front Wheel Drive， 不是 Four Wheel Drive 這樣子，我講Malaysia的啦。所以呢，它只有227個 PS 跟263個牛車米的0到100 7.3秒，厲害嗎？不是很厲害，因為100千的 BYD Atto 都有290牛車米的，它在260多，但是也在我意料之內了，因為我駕過Lexus RZ 嘛，所以Toyota 的第一台主打的電動車，它要提供給消費者的價值就是對齊豪華舒適的 Toyota SUV， 像 Lexus RX 這樣子的這種感覺。當然，作為Lexus， 它有更好的懸掛系統，更強的車身，更好的隔音等等。那這個是你知道嗎 ？Toyota 嘛，所以我覺得啦，我開了幾天下來，它像是一個一直有電的 Toyota Hybrid。因為 Toyota Hybrid 就是一直會在電池電動馬達跟汽油引擎之間相互交替嘛，有時候一直就是一直這樣子parallel 平行或者是相互工作這樣子啊，所以這個就像是一個永遠不會沒有電的 Toyota Hybrid， 因為它沒有引擎嘛 ，OK， 就是前面一個電動馬達在拉着車子走加速。你必須要拉到5-6千 RPM 才會感覺到它澎湃的動力。所以因為那天取車的時候我人在中國，所以我就叫我太太幫我拿車先啦。所以我就 text 他講，怎樣開起來怎樣，因為他每天跟我一樣在試電動車嘛。他就講開起來一點都不像電動車呀。然後我開起來之後，它真的不像電動車。OK， 就是它沒有主流電動車的那一種能量回收系統 One Pedal Mode， 它 even 連 B Mode 我都找不到。所以你像油車這樣子，你需要一直，我認為啦，我自己認為，真正好的電動車，100%的電動車應該是不太需要踩 brake 的。OK， 所有人都在朝着這個方向。你說 Tesla 一開始，然後 BMW、Mercedes， 大部分包括 Porsche， 大部分都是把這個剎車跟能量回收，就是你的 physical brake 跟 regen brake 是融合在一起的，這樣才 make sense。OK， 但是畢竟 Toyota 是以 hybrid 起家的，所以一向來 hybrid 給你的 regen 就是有點模糊啦。當然，這個是升級版的 BZ4X， 所以它有這個 deceleration pedal、regen pedal 啦，所以你有一個檔、2個檔、3個檔、4個檔這樣子，所以它有4個 stage 4段的這個能量回收。But even 你去到最 extreme 的這個 regen， 它都沒有讓車輪完全靜止的那個強度。加速有力嗎？有力，但它不是電動車的那一種瞬間扭力which is 因為你知道嗎？它是第一個量產的電動車產品，所以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銜接。OK， 它要讓Toyota 的汽油引擎車主、Toyota 的 Hybrid 車主無縫接軌到純電車。So 我還是要講回那個萬用的 theory， 就是它首先是一台 Toyota， 它才是一台電動車。我不會跟你講，它首先是一台 Tesla， 然後它才是一台電動車，因為這個邏輯不成立嘛。但是你放在這種 legacy brand， 好像我介紹 Rolls-Royce Spectre 的時候，說明會上面就是講 Rolls-Royce first, EV second。我再次強調這個價錢合不合理，我已經沒有力講它了啦。OK， 哎呀，你要講什麼講啦 ？OK，it is what it is。只是我還是還是感覺到很 syukur 啊，我還是感覺到很 appreciate。Even 它賣到這麼有爭議的價格，他賣到這麼不食人間煙火的價格，他們還是注冊一台車子讓我們媒體來試駕，以至於說我們不至於完全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OK 呀，你會要介紹到你知道嗎？市面上最暢銷的車 Tesla Model Y、小鵬 G6、Zeekr 7X、BYD Sea Lion 7等等的電動車。但與此同時，你也要知道 Toyota 在做些什麼事情。你要知道那個 gap
到底這個 BZ4X 是不是一個價格高到太離譜、一無是處的電動車，還是說就像那些花250千跟 UNW Toyota 買 Camry 的人，就像那些花500千跟 UNW Toyota 買 Toyota Alphard 的人，就像那些花280千跟 UNW Toyota 買 Toyota Harrier 的人，他會不會介意花220千去買一個 Toyota 的升級版 BZ4X， 一個 Toyota 的電動車？會不會 ？Why？ 為什麼？給我一個為什麼？給我一個理由。Satu sahaja， 給我一個原因。為什麼？如果你真的要問我一個，就是因為，它是一台 Toyota。呀，這不是一句廢話嘞，這是一句很現實，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说麼找不到說麼 ？OK，and 3、2、1 ，Go， 加速。100，OK， 不要跟別人比較 ，OK， 自己跟自己比較，他已經能夠打包 Toyota 的 3.5 liter V6 naturally aspirated 引擎。So in terms of instant torque 瞬間扭力這方面呢，我覺得它甚至已經給到你 Lexus LC 500的 5.0 liter V8 自然進氣的那一種加速能力。Yes， 不要小看電動車 ，OK？ 你在 ND 電動車，你在反 EV， 你在怎樣都好，你都不能夠去質疑電動車這種瞬間能力 ，OK？ 就是因為它不再需要透過傳統的變速箱，它從0 RPM 就可以給你最大的扭力。這個是汽油車怎樣追、怎樣趕、怎樣吹、怎樣都是不夠電動車來講的 ，OK？ 然後很難得的啊，哇，那勁喂，驚死我！雙層玻璃。Yes，Toyota BZ4X 給你雙層玻璃，我覺得其他是不是設備還好啦 ，OK， 因為我們懂了的嘛，我們懂大馬來西亞的操作了的嘛。有一個東西我真的是不能拿220千，它只有6個 speakers 而已，6個 speakers，Central speaker 也沒有給我，所以通常6個 speaker 就是前面2個推的，前面2個門 door panel， 後面2個222 6個 JBL 啦，大佬可以嗎？給我 JBL 啦。然後這個14寸的熒幕就是最新的 Lexus RX， 還有這個最新的 AH4D 系列的 Alpha Wildfire 都是用這樣子的東西啦。因為我在日本駕那些Toyota Sienna也是一樣的作業系統，只是熒幕大小不同啦。然後其實我開始上來這台車子的時候，它讓我想起了我在北海道開的那個 Toyota Prius， 最新的 Prius 也是用了這個雙層式的方向盤設計，儀表板是高的。然後方向盤是低的，有點像 Peugeot iCockpit 這樣子。本來這個 design 其實是 for yoke steering 的，就是沒有這個 upper half 的，只是有 bottom half 的 steering。把它我不是很喜歡啦，就有點視覺分裂啊。然後這邊就很好看咯，整個東西就是很現代、很 futuristic， 很像很厲害這樣子。Alright， so BZ4X 呢的地板是比 RAV4 高出很多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地板底下都是電池包。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犧牲掉地板空間。Right， so 坐在這邊的話呢，頭部空間的話是剛剛好這樣子，因為你看了整個車身就是比較流線型然後椅背是有這個2個階段的調整，可以給你放更多行李，放更少行李。然後2個冷氣出風口，2個 Type C 的接口，還有這個是發熱椅的功能，2個都是發熱椅因為車子是用了 synthetic leather。假皮啦，所以然後門邊這種 hard plastic soft hard plastic soft plastic 就這樣子啦Reset 3、2、1加速。哇！給我開到145，穩哦。加速，從140多再點。
可以了，可以了。OK， 还是不像驾電車啦，為什麼啊？加速160了，160。給 regen， 沒有踩 brake， 哇，完全沒有感覺嘞，不覺得車子在 regen。我們現在靠近這個車子啊，給你們感受一下啊，一腳踩下去 ，Go， 它是一台好車嗎 ？Yes， 絕對是一台好車。它是一台完整的車嗎？它是一台完整的車，但它可能不是一台完整的電動車，因為現在啊，當你要跟人家講你是一個 EV platform 的時候，你至少都要是 cell to body 或者 cell to pack 啦 ，OK， 就是電池包是車身的一部分 ，OK， 因為這樣子做可以加大空間利用率，可以讓駕駛座跟後座跟行李箱空間得到空間最大化啦。但是這種 cell to module 啊，你想象一下，你拿着一粒 iPhone， 然後你在你 iPhone 的背後 snap 一個水質充電寶 ，snap 下去。所以呢，這個車身底盤跟電池包就像房東跟房客的關係。那個電池包只是一個房客，他住在房東的屋子裡面 ，OK。但一般上的純電平台就是那個房東跟房客已經睡在一起了。這樣講又好像有一點不對路哦。啊，你懂我講什麼啦？哎呦，怎麼會自己歪樓 ？I don't know。Corner， 少，我 understeer， 高，加速。其實開起來真的不可以，沒有東西想它的。要舒服有舒服，要加速能力有加速能力，要大螢幕有大螢幕，要舒服有舒服，要舒服有舒服，不是你舒服啊，要舒服有舒服，至少它有一個優點，一個就好。OK， 所以我是在注意，喜歡的影片記得 follow Instagram， 看我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出去玩看。